各位同学，这个单元 Part 4部分要介绍 DTFT， 然后自从我们上个 Part 介绍 DTFS 之后，我们这个单元这个 Part 要介绍离散时间复列转换，主要是用在离散时间非周期讯号。那至于它是什么东西呢？我们赶快来看下去吧。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这个部分我们要谈到离散时间复列转换，也就是 DTFT。然后 DTFT 是用在离散时间非周期信号的复列转换，那它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讨论是离散信号嘛，但是大部分信号也都是非周期的，也不是周期的，所以我们会常用 DTFT 在做信号的分析。那它同样的有两个式子，一个是合成的式子，另外一个是分析的式子。分析就是 S omega， 也就是说这边就是 S omega 就是 DTFT， 然后合成就是说用 S omega 去合成或去反计算回去 S of n， 好，时域的信号 S of n。好，那这边就是这两个式子，然后这边要特别注意它 DTFT S omega 它是有个周期，它周期是2π，为什么呢？你可以看到说我们把这 omega 加上2π，可以发现到说原来加2π之后对 exponential 本身它就没有任何影响。所以基本上 S omega 它基本上是个有周期2π的一个函数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式子啊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式子是什么样一个式子。等于说我们要证明一件事情说，跟刚才之前一样，我们如何证明一个合成的式子？因为我们知道 S omega 等于这个括号里面的式子嘛，好，那我们是否说我们可以利用 S omega 来计算回我们的 S of n， 好，这边要做这样的一个说明，好，因为S omega 就等于斜线，这个线的部分代表 S omega 就是用这式子来表示。那我们现在来说明说如何用 S omega 来是否可以得到我们的时域讯号 S of n。好，然后我们这边看到说我们把这个 exponential 整理完之后，好，整理完之后可以得到后面的一个积分符号，就是从负派到派 exponential j omega m 减 n 的式子。好，那这个东西我们基本上得到说，当 m 等于 n 的时候它是2π，当 m 不等于 n 的时候它是0。好，也就是说我们刚才上面的式子，我们刚才说为什么它m 不等于 n 的时候它会是0呢？因为我们可以把这积分的式子，我们可以写成这个式子表示。我们当这式子发现到说，当 m 不等于 n 的时候 ，m 不等于 n 的时候，因为它是个 sin 嘛，好，所以它基本上是 sin 的一个派的倍数。那 sin 的派的倍数都是0嘛，好，所以也就说明为什么这个积分式子，当 m 不等于 n 的时候它就是0，好，当 m 等于 n 的时候是2π，因为当 m 等于 n 的时候很好证明，因为当 m 等于 n 的时候就变成 exponential 0次方，好，然后 exponential 0次方一积分起来，从负派到派积出来就是2π，好，所以这边特别说明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知道说我们的 S of n 好如何从这个 DTFT S omega 去求得，也就是这个式子，好，就是这个合成的式子，我们现在也说明出来了。好，那因为这是非周期信号，所以我们要讨论它的能量密度频谱。好，因为 S of n 它是有限能量化，而且它的复列转换是 S omega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它的能量为何，就是这样计算。好，一样照之前的做法，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式子。好，再把它换掉，最后可以发现到说，我们把这个框框整理起来，就变成一个 S omega。好，就是变成一个复列转换。最后的式子怎么样？得到一个 Passmore 的 relation。好，所以这边 Passmore 的 relation 是 S omega 乘上 S omega 的 conjugate， 然后对 omega 积分。好，从负派到派再除上2π，就是它的能量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因为我们讨论这个能量，我们就讨论这个 S function 嘛，就是 S omega。好，然后讨论它的能量频谱，因为我们定义能量频谱就是怎么样 ，S omega 的绝对值平方。好，如果 S of n 是我实数，我们现在讨论这个 S omega 是否为偶函数。那证明方法跟 Part 2的 CTFT 相同。好，我们就是要证明这两个是否相等嘛。好，证明这两项就代表它是偶函数。好，然后想这东西我想在 Part 2做法是一样，我想同学可以利用之前的做法，可以再重新再自己推导一下，我们这边就不再说明。然后这边直接看一个例子。好，这边看到一个离散时间，好，一个非周期的信号。好 ，S of n 等于 a 的 n 次方 un 啊 ，a 是介于负1跟1之间，我们来求它的复列转换以及它能量密度频谱。好。然后我们来看上下两个图，分别 a 的值分别不一样，因为上面的图形 a 是0.5，下面是 a 是负0.5。
好，那怎么算呢？我们可以直接把 S omega 的公式直接带进来，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无穷等比级数和的公式。好，然后可以最后求的是1除上1减 a 乘上 exponential 负 j omega 的值。好，那它的能量频谱就是 S omega， 好，就是这个公式。好，可以直接怎么样？等于 S omega 乘上 S 的负 omega。好，那 S omega 因为我们上面的式子已经算出来了嘛，那 S 负 omega 直接把 omega 换成负的就可以求出来，所以得到这两个式子相乘。好，最后整理一下得到这个式子。好，然后我们刚才看到，如果你的 A 的值不一样，会不会影响这个 S omega 的结果？当然会，因为这边 A 是变数嘛，好 ，A 是变数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说，如果当 A 的值不同，会变得这两个结果。好，所以我们刚才得到说它的 S omega 值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上面这图形，假设你以这图形来看，假设 omega 等于0的时候，就是带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说，我们从图上看 omega 等于0的时候，这 S omega 等于4嘛，好，所以来带一下，发现说，原来这 A 是0.5，以上面的图形来看，好，因为我们从图形上来看，知道说当 omega 等于0的时候，它大小是4，好，所以求的 A 是0.5。以下面图形来看，当它派的时候，它等于4嘛，好，所以等于说它把 omega 带派的时候，求得的 S omega 是4，带出来算出来结果是 A 等于负0.5。好，从上面图形跟下面图形可以看到说，上面图形是低通的嘛，也就是低频的啦，下面图形代表高频。好，所以这个信号，这个离散时间非周期信号，如果 A 是0.5的时候，代表这个信号是个低频的讯号；如果 A 是负0.5，代表这是高频的讯号。好，所以同学可以看到说，如果一个信号，如果它参数不一样，好，一个是0.5，一个是负0.5，完完全全改变整个信号它的本身的频率的成分。好，上面那个例子 A 是0.5，它就是个低频，下面反而变成高频。好，所以差一点点差很多。好，所以可以从 A 可以知道说它到底是低频还是高频。Part 4我们学到了最重要的 DTFT， 就是离散时间傅立叶转换，主要用在离散时间非周期讯号。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讯号大部分都是非周期的，所以我们在分析讯号的时候，很常会用到 DTFT。然后之后我们会提到 DFT， 就是离散傅立叶转换，也就是说从 DTFT 衍生而来的。好，那我们这个 part 就到这边。那至于下面单元是什么呢？我们赶快接下去看吧。